乌克兰疯婆子在比赛中下手太狠，违规打法将俄罗斯姑娘打到面目全非。即使现场的工作人员竭力抢救，但我们仍旧能看到她面容憔悴，甚至血水中夹杂着碎裂的牙齿，让人十分心疼。而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乌克兰疯婆子赛前嫉妒俄罗斯选手的容貌。然而，这绝非是她的极限，在一场比赛中，恶意将中国姑娘打得终身残疾。赛后的她尽显狂妄之姿，声称自己要代表乌克兰打死打残所有的中国和俄罗斯选手。而正因为其对中俄选手残暴的打法，所以人送外号涅槃凤凰。这种伤害中国全民感情的做法引起张伟丽不满。张伟丽始终认为擂台中需要给孩子做好榜样，头可断血可流，就是不能锁，发誓要让狂妄的乌克兰选手付出沉痛的代价，为那些在比赛中受伤的姑娘们复仇。大战一触即发，眼前之人就是乌克兰疯婆子斯瓦特拉娜·高斯特。曾经作为乌克兰总统府的唯一女保镖，其手段残忍，打法凶残，久战不败，导致她对中俄选手充满蔑视。甚至在和伟丽比赛的前一天当中，接受采访时手捧白事鲜花，表示自己来到中国比赛是张伟丽的荣幸。他不仅要一回合打败张伟丽拿下奖金花红，更表示要掰断伟丽的脖子，实现对中国拳坛的统治。赛后甚至把手中的白事鲜花亲手插在伟丽的坟头。嚣张，实在嚣张！眼看嚣张的老外都欺负到家门口了，伟丽自然拿出了200%的状态，认真备战。让我们一起进入比赛当中。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看双方如何开场。张伟丽之前是中国特别是在河北顶尖的散打运动员，多次拿到过河北省的冠军。转型中国格斗之后，张伟丽表现出来的非常快的缠斗技术和反缠斗技术的进步，还有学习能力，非常漂亮的半摔。张伟丽现在处于上位。现在张伟丽迅速的开始采取过腿的动作，然后你看高斯特在防守，但是现在已经完成过腿了，马上的承袭特别的快。张伟丽开始地面的砸拳肘击。张伟丽的有着非常细腻的巴西柔术的功底，刚才的从侧面转承袭也可以说是无缝连接。我们看高斯特企图是连续的起桥来逃脱这个被动的位置，再次的起桥。张伟丽现在是需要更稳一些，消耗对方体能。我们看到连续肘击。现在高斯特只有防守的，可以说是在利用现在自己面临着绝境，在拼力的去防守。已经连续的多次的起桥，高斯特在下位应该体能消耗的差不多了，被迫转身。张伟丽现在十字固非常紧，有了没有，好了。高斯特的防守的技术还是非常到位，他使用自己手臂被拉直的瞬间，利用手臂角度的调整，而张伟丽也是感觉这个动作快要失去的时候，是主动放开，再次承袭。这个时候对于高斯特来讲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又再次的到了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看这个动作张伟丽怎么处理，非常漂亮的转换，又到了侧面的压制，再次的膝盖上盘，看能不能再次拿到承袭的位置。张伟丽实在是转换的非常的快，我们看到刚才其实高斯特几乎是已经完全逃脱了，然后他的教练也在场边不断的这个喊成功的这个提示，但是张伟丽马上转换。特别是对于这种遭遇战，对于不管是高斯特还是张伟丽，对于互相之间的，来看到高斯特的回腿也是非常的迅速，但是张伟丽现在看到非常灵活的转换。现在高斯特站了起来，非常的快，然后两人再次的摔，这个张伟丽那个摔太漂亮了。张伟丽有着非常扎实的散打基本功，而且跟他训练过，有很多的男选手都表示，一般的同级别的男选手都很难抵挡张伟丽那强大的脚感。张伟丽现在还处于上位，非常的耐心，用自己的肘部来压迫对手，使对手呢一直处于一个非常难受的位置，来迫使对手犯错误。大家注意看，张伟丽的右手是牢牢的抢住了敌手，迫使对手呢在下位，但是不能够自由的翻转。再次的肘击，高斯特也在是奋力的用双腿上盘，想要把张伟丽拿回到自己的腿部控制当中。连续的肘击非常的重，张伟丽现在非常的稳健在侧位的控制，不断的维持自己的平衡，然后来寻找机会打击对手。再次的企图是拿到了后背，这个后背拿的非常的难。看到现在是完全的拿到了后背，我们看张伟丽准备采取自己的裸脚，
那高斯特呢，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他只能说张伟丽进去一个手想去勒他颈部的时候，把张伟丽的手拉下来，但是非常艰难的防守。高斯特的这个防守的意识是非常的清晰。我们看张伟丽的这种转换的动作非常的快，然后他的进攻啊也是非常的连续，但是高斯特一一的给他化解。虽然说高斯特现在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但是他的这种防守的意识啊还是真是非常的了不起。张伟丽处于下位，但是呢他拿到的是高斯特的背部，这个位置对张伟丽是非常有利的，双腿勾入，这样的话呢高斯特不管是往哪个方向翻滚，张伟丽都能跟随。再次翻滚，转十字步，转十字步。哦，高斯特还是高位的防守，反应还是非常灵敏，转了过来。再次的翻转，再次十字步，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高斯特呢现在是被激发出了怒火。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好，第二个回合。但从第一回合来看呢，高斯特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劣势，他在第二回合能不能改变自己的一些战术的方式，然后来找回自己的感觉。之前提到了，再看这个摔法的对攻，由张伟丽占据上位，因为从现在张伟丽的表现来看呢，还是非常的稳健，但是赛前张伟丽是经受了魔鬼般的降重，可以说是有着15公斤的降重的幅度，而特别是在泰国赛前的几天，最后的3公斤是尤为的艰难。也就是说，张伟丽这次赛前这个小插曲啊，可以说之前并没有在张伟丽身上不存在的问题，但这次比赛前也存在了。所以说，比赛真是一个需要各个方面的准备、各个方面的经验，还有各个方面的应对。但是同样也是张伟丽经过艰苦的降重呢，他得到了应有的这种报答。他在体格的优势上还是非常的明显。我们觉得张伟丽的力量基础要比对手好很多。现在又是高位的成旗，这种成旗对下位的选手来讲是非常的被动，然后因为他能做的动作特别的少，逃脱的机会也特别的渺茫。我们看张伟丽要开始做进攻了，这个是张伟丽非常擅长的位置，再次转回来，肘击。现在处于下位的高斯特，他首先要做的就逃离现在成旗的位置，他可以把膝盖塞进去，或者是起桥翻转，但是现在张伟丽不给他任何的机会，非常重的地面砸击。张伟丽非常的稳定啊，然后不着急，一拳一拳的结束对手。现在高斯特是进退两难，张伟丽从这个位置的地面砸击力量非常的大。高斯特的边角的教练也是非常的着急，不断的来鼓励高斯特继续做动作。但是我们看高斯特现在这个位置啊，他确实是也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再做其他的。裁判终结比赛了。我们看到赢得比赛的张伟丽并没有兴奋，他认为裁判终结比赛过早，虽说是在保护高斯特的安全，但我认为在面对嚣张老外的时候，应当多些血性，毕竟血债还需血来偿。有时候格斗比赛就是挺残忍的。早期的中国运动员在国外比赛受尽欺负，只因我们的格斗赛事发展较晚。可当进入21世纪之后，擂台上不断涌现中国勇士势不可挡的身影，以张伟丽为代表的勇士抛洒血汗，只为向世界展现真正的中国力量。所以老铁们一起点赞支持这些为国奋战的英雄，歌颂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